你敢相信嗎？銀河系中心傳來神秘信號，沒有規律，不屬於任何一種已知現象。今天我們就要聊聊天文學家們在宇宙深處，在我們的银河系中心捕捉到的一個詭異的、令人不安的幽靈信號 ASK/APJ1736082-3216635。这個名字聽起來拗口，但它代表的是宇宙中一個巨大的謎團。它不是一顆恆星，不是一個黑洞，也不是我們熟知的任何一種天體現象。它是一個高度極化、高度可變的射電信號源，一個來自銀河系最繁華也最危險地帶的心跳。它在向我們訴說什麼嗎？這是宇宙的自然規律，還是某種智慧文明的耳語？今天就請大家跟着我一起走進這個最新的宇宙懸案。我們都知道，太陽系位於銀河系獵戶座旋臂的邊緣，就像是城市郊區的一個小村落。而銀河系的中心，那個被稱為銀心的區域，才是真正的宇宙大都會。那裡恆星雲集，物質密度極高，同時也是一個充滿致命輻射的極端環境。由於銀河系盤狀結構的遮擋，我們無法用普通的可見光望遠鏡直接觀測銀心，只能依靠伽馬射線、紅外線和無線電波等波段的望遠鏡。2021年，一個由悉尼大學博士生王子騰領導的國際團隊，利用澳大利亞平方公里陣列探路者 ASKAP 射電望遠鏡陣列，在銀心附近大約4度的位置，發現了這個蹊蹺的信號源。他們將其命名為 ASKAPJ1736082-3216635。這個信號的詭異之處，首先在於它的隨機性。根據觀測數據，它在2019年4月到2020年8月間多次出現，但它的出現和消失完全沒有規律可循。有時候它會持續閃爍數周，讓天文學家們興奮不已，但有時候它又會在1天之內突然消失，仿佛從未存在過。這種一會兒出現、一會兒消失的無規律行為是它最令人費解的特徵。其次是它的高度極化特性。大家可以把光想象成波浪，普通的波浪是向四面八方震動的，但极化光就像是被一個特殊的濾鏡過濾過，只在一個方向上震動。ASKAPJ1736082-3216635發出的信號就是這種極度偏置的信號，這表明它可能起源於一個擁有極強磁場的環境。更重要的是，它無法與任何已知的現象相匹配。在銀河系中能發出無線電信號的天體其實不少，最常見的嫌疑犯有3種：脈衝星、磁星和恆星耀斑。但天文學家們很快就用嚴謹的科學邏輯將它們一一排除了。首先是脈衝星。脈衝星本質上是高速旋轉的中子星，它們發出的無線電信號就像宇宙中的燈塔，具有極其穩定的周期性。它們是宇宙中最精準的時鐘。而 ASKAPJ1736082-3216635的信號是完全隨機的，根本沒有規律可言，所以它不是脈衝星。其次是磁星。磁星是擁有宇宙中最強磁場的中子星，它們會因為自身磁场的變化而發生星震，隨機地釋放出無線電信號。這聽起來和 ASKAPJ1736082-3216635的隨機性有點像。但是，當磁星發生星震時，它會同時釋放出大量的伽馬射線和 X 射線等高能輻射。而對 ASKAPJ1736082-3216635的觀測顯示，它的信號中缺乏這些高能射線，所以它也不是磁星。最後是恆星耀斑。恆星耀斑也會產生無線電信號，但 ASKAPJ1736082-3216635在無線電波段上的亮度比一般的恆星耀斑要亮得多，但又比超新星爆發等高能事件要暗得多。它處於一個尷尬的中間地帶，不符合任何已知的耀斑模型。總結一下，這個信號就像一個3不沾的幽靈，它不像脈衝星那樣有規律，不像磁星那樣有高能射線伴隨，也不像恆星耀斑那樣有固定的亮度特徵。天文學家們不得不承認，ASKAPJ1736082-3216635可能代表着一種全新的、我們從未見過的天體或物理现象。为了解開這個謎團，全球的射電望遠鏡都在持續關注它。在最新的科研進展中，
2024年的一項研究帶來了更令人困惑的線索。研究人員發現 ASKAPJ1736082-32165的旋轉量變化範圍比之前想象的要大得多。旋轉量是什麼？簡單來說，當無線電波穿過磁化等離子，大家想想，一個隨機閃爍的信號被一個劇烈波動的磁場環境所環繞，這究竟是宇宙的巧合，還是某種刻意為之的偽裝？如果 ASKAPJ1736082-32165真的是一个人工信號，那麼它的所有不合常理之處，反而可以被自圓其說。猜想一，它是一個信標或燈塔。銀河系中心是恆星最密集的地方，也是資源最豐富的地方。一個超級文明選擇在這裡建立一個星際信標，是完全合理的。但為什麼它會隨機閃爍？也許它不是為了持續廣播信息，而是為了測試接收者的能力。只有那些能夠持續高精度地追蹤這種隨機高度極化信號的文明，才被認為是合格的接收者。這種隨機性本身就是一種加密。猜想二，它是一個能量洩漏或工程噪音。一個超級文明可能正在銀心附近進行一項巨大的工程，比如建造一個戴森球。說到戴森球，前幾天我專門做過一期節目，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或者進行某種超乎我們想象的能源傳輸。ASKAPJ1736082-32165的信號可能只是這個巨大工程在運行過程中偶爾洩露出來的電磁噪音。當工程處於高負荷運轉時，信號就強；當它處於維護或低功耗模式時，信號就消失。這種噪音的高度極化，可能是因為它們的能源傳輸系統依賴於強大的磁場約束，比如利用磁場來穩定等離子體流。最新的旋轉量劇烈變化，可能就是它們正在進行磁場調整或環境改造的證據。猜想三，它是一個多維通訊的殘影。我們目前所有的物理學都建立在三維空間和一維時間的基礎上，但如果存在一個掌握了更高維度技術的文明呢？他們可能正在進行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多維通訊。ASKAPJ1736082-32165的信號可能只是這種高維通訊在我們的三維宇宙中留下的投影或殘影。我們看到的隨機閃爍，在他們的維度中可能是一個連續的、有意義的波形。我們無法捕捉到伴隨的 X 射線或伽馬射線，也許是因為那些高能輻射被約束在了更高的維度中，沒有洩露到我們的三維空間。大家想想，如果這個信號真的是某種智慧的產物，那麼它所代表的文明，其技術水平將遠遠超越我們。他們能夠在一個充滿致命輻射、引力潮汐和超新星爆發的銀心區域生存和發展，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我們人類在尋找外星文明時，總是習慣性地用自己的邏輯去套用，尋找類似地球的行星，尋找有規律的信號，尋找水和氧氣。但 ASKAPJ1736082-32165的出現，就像宇宙對我們開的一個玩笑，他在說，你們的規則在這裡不適用。它逼迫我們跳出固有的思維框架，去思考宇宙中可能存在的無限可能性。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對宇宙的理解可能還停留在非常初級的階段。我們所知的物理學定律，可能只是宇宙這部宏大交響樂中的一個微小樂章。ASKAPJ1736082-32165這個來自銀河系中心的神秘信號，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它可能是宇宙中一種全新的、自然形成的天體，一個我們即將寫入教科書的新發現。它也可能是一個超級文明在宇宙深處留下的工程噪音，一個無意中向我們透露了宇宙秘密的耳語。無論真相如何，這個信號都在提醒着我們，宇宙的奧秘遠超我們的想象。那麼，屏幕前的你認為 ASKAPJ1736082-32165究竟是什麼？是宇宙的自然之謎，還是智慧文明的傑作？如果它真的是一個文明的信號，你覺得他們想對我們說什麼？又或者，他們根本就沒想對我們說，而我們只是無意中偷聽到了一個不該聽到的秘密？請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猜想，
讓我們一起期待下一次射電望遠鏡捕捉到它時，能為我們揭開這個宇宙深處的心跳之謎。